晋级的巨人完结篇登上大荧幕，这次超级外就要分3集来解析观众敲碗已久的晋级的巨人。巨人的故事描绘城墙内已经享受1个世纪和平生活的人们，突然遭到巨人袭击，主角爱莲母亲被巨人吃掉，失去家园的主角们决定受训加入调查兵团。要对抗巨人，就必须理解巨人到底是什么。这是巨人前3季一直在探讨的核心主题。巨人の唯一の行動原理は人を喰らうことだが、そもそも巨人が人間のいない環境下で100年以上存在していることを考えると、食事をとること自体必要ないものであると推測できる。つまり目的は捕食ではなく殺戮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とされている。巨人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纯粹的要吃人，仿佛是被嘴巴控制的傀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精神分析师拉冈所说的口腔驱力。小婴儿吸奶嘴时，奶嘴里并没有奶水，为什么小婴儿要吸呢？因为吸吮的动作本身就会带来满足，就像人有时候吃东西不是因为肚子饿，而是感觉到嘴馋，嘴巴想要有东西在里面。这股口腔驱力不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环，就算人的意志抵抗，嘴巴依然会有这股驱力。同样的，巨人吃人并没有自我意识或是恶意，而是像婴儿看到奶嘴就放进嘴巴里一样。无垢巨人其实是被剥夺自由意志，只剩下驱力的存在。但是随着剧情发展，故事揭露了巨人不只有无垢巨人一种。爱莲在一次意外中启动了巨人之力，这让故事又多了一个谜团：为什么人类会变成巨人？米卡莎的见证提供了我们一个线索。その光景は人類の怒りが体現されたように見えたから。在这里，巨人展现了古希腊人的正义观。柏拉图就认为，战争发生时，卫士之所以有保卫城邦的勇气，是因为他们内在的怒气被激发出来，就像警犬看到坏人就会突然咬人一样。卫士的怒气为城邦共同体实现正义。例如 Achilles 为了替好友 Patroclus 复仇，用马车拖着敌人的尸体游街示众，被视为是英雄气概的展现。古希腊人相信，这种怒气具有某种跟神性相连的力量。怒火中烧的战士，身体就像是一个容器，能够瞬间被神的力量灌注，如同人神共愤一般。所以，与其说人性拥有怒气，不如说是怒气拥有人性。能够亲眼见证这种人神共愤的场景，是极大的荣幸，几乎像看到神一样。周りや世界の人々が悪魔と呼んで恐れる巨人、私には全く別のものに見えた。神です。在晋级的巨人里，巨人就是那个接近神一样的存在，而怒气是让人通往神的桥梁。但是这种正义观立刻会引发一个问题：把怒气等同于英雄气概，不会变成歌颂暴力吗？我们要如何区分怎样的愤怒是正当的，怎样的愤怒是不正当的？哲学家弗洛姆就认为，我们可以把人的攻击性区分成良性跟恶性，背后有2种不同的心理动力。良性的攻击性是根基于爱生命的倾向，例如生存空间被剥夺时，不得不进行自我防御才能活下去，像是阿尔敏为了维持和平，米卡莎为了保护爱莲，还有艾尔文团长带士兵上前线，本质上都是为生命服务，所以是良性的。但是人还有一种恶性的攻击性，不是根基于爱生命的原则，而是毁灭生命，渴望非生命、死亡、破坏。弗洛姆把这称作一种恋尸倾向。恋尸倾向的人总是期待别人生活出错，总是爱搞破坏。这种人对于生命中的问题不会努力寻求破坏、暴力以外的解方，像是马来人对于艾尔迪亚人的恶意压迫，艾伦被巨人意志占据时的无差别攻击，还有最后发动地名毁灭地球上的80%人口，这些都是毁灭生命，而不是为生命服务。与这种恋尸倾向相反的设定，则是让人可以起死回生的注射剂。正是因为巨人的破坏力太难以控制，艾伦在第1次变身后就引发了墙内的恐慌，怀疑艾伦的动机，试图消灭这股过度强大的巨人之力，因为这份力量可能会反过来摧毁城邦。所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家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教导卫士学习控制他们的力量。ミカサやアルミン、みんなを救いたいなら、お前はこの力を支配しなくてはならない。就像警犬必须有控制它的主人，爱莲也必须学习让理性成为控制自己的主人。真正的自由是驾驭自己的攻击性，遵从调查兵团的指令，来为社群共同体服务。爱莲一开始无法控制巨人，反而被巨人的力量控制而伤到了自己人。
直到阿尔敏重新唤起了爱莲被巨人压抑的自我意识，爱莲的意志才真正的苏醒。どうしてエレは外の世界に行きたいと思ったの？どうしてだって、そんなの決まってんだろ。俺がこの世に生まれたからだ。怒气爆棚的爱莲终于懂得如何用意志控制巨人之力。搬起大石头的那一刻，他仿佛化身成了古希腊的泰坦巨人之神 Atlas， 把一整个世界的重担扛在他的肩膀上，象征着他的职责是拿回那个被巨人夺走的世界。人類が今日初めて巨人に勝ったよ。但是要战胜巨人，不能只掌握巨人之力，还必须掌握巨人的知識。私たちに見えているものと実在するものの本質は全然違う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ね。憎しみを糧にして攻勢に出る試みはもう何十年も試された。私は既存の見方と違う視点から巨人を見てみたいんだ。汉吉在某次调查中发现巨人的重量异常的轻，这代表现象世界背后还有一个本质的世界。巨人并非表面上看到的那样，只是某种吃人的怪物。汉吉因此对巨人进行实验，发现巨人只有在日照时才能活跃行动。这种知识本身就有助于人类的解放。为了阻挡调查兵团取得更多巨人知识，雅尼杀死了巨人的实验标本。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调查兵团取得进展，都是因为看穿了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因为知识的力量，而不只是靠巨人的力量。汉吉发现爱莲无法变身的原因，是因为巨人化必须要有明确的目的。研究城墙的碎片后，发现跟巨人的结晶化组织一样，推测爱莲可以用结晶化能力来填补城墙的破口。艾尔文团长从爱莲变成巨人的经验，重新推翻过往错误的假设，重新思考巨人的本质。既然人也可以变成巨人，那么打破城墙的巨人可能也是人变的。因此策划行动要活捉卧底在墙内的巨人。阿尔敏能够成功实行作战计划，也是因为看透了超大型巨人的本质，确认对方不适合打消耗战。艾尔文、汉吉、阿尔敏三人都擅长看透现象背后的本质，体现了哲学家 Roy Baska 所说的自由与知识的辩证法。新的知识会提点人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阿尔敏偷来的外面世界的书，驱使爱莲对未知的墙外世界产生渴望，不想一辈子都无知的活在墙内。お前の話を聞いてお前の目を見るまでは、そこで初めて知ったんだ。俺は不自由なんだって。広い世界の小さなカゴで、わけのわかんねえ奴らから自由を奪われてる。但是自由不只是知识的积累而已，还必须去厘清错误的观念，因为错误的观念会束缚人类，这样不管累积多少经验知识，都只会强化原本的错误观念。城墙教的人明明知道城墙的秘密，却刻意隐瞒正确的观念，把人类被巨人压迫的苦难归结给神的惩罚。所以巨人的入侵反而强化了教徒的信念，让城墙教的信徒变更多。老百姓成了错误观念的奴隶，也就无法正确消除苦难的根源。唯有能够正确解释巨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人类究竟被什么给束缚住，人类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而这正是艾尔文、汉吉、阿尔敏三人所追求的道路。壁の外に人類がいないってどうやって調べたんですかと。愿意去挑战既有知识框架，并提出大胆假设的人，才能带领人类走向解放。但是在女巨人之战、玛利亚之墙夺环战中，我们却看到，即便有知识跟巨人之力，还是无法赢过敌人，还必须有牺牲一切的决心才行。何も捨て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人には何も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化け物をしのぐために必要なら人間性さえ捨てる。阿尔敏的这段话道出了巨人背后的世界观，必须舍弃人性，才能对抗没有人性的存在。因为墙内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最初からこの世界は地獄だ。強い者が弱い者を食らう。親切なくらい分かりやすい世界。巨人跟人的关系类似人跟家畜的关系，家畜可以安详度日，但总有一天会被人类吃掉。墙内的人如果不反击，总有一天也会被巨人吃掉。弱者唯一能够活下去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变强，让自己变成像怪物、恶魔一样的存在。战斗赢了就能活下去，这呼应了巨人主题曲的歌词。在鱿鱼游戏里，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生存法则，只有最后的赢家可以活下去，就算要做出丧失人性的事，也在所不惜。巨人跟鱿鱼游戏都反映出了某种当代人的绝望感。
心理学家 Paul Verhoeven 就指出，当代的资本社会过度强调竞争，已经变成像19世纪曾经风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适者生存、优胜劣败是自然界的法则，弱者应该被社会淘汰，才能为社会留下强者的基因库。但是如果适者生存真的是自然法则，为什么调查兵团会在舍弃人心后感到痛苦？僕が殺した人はきっと優しい人だったんだろうな。僕なんかよりずっと人間らしい人だった。僕はすぐに引き金を引けたのに。如果适者生存真的是自然法则，又为什么有些人会愿意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弱くてもいいからあなたを助けてくれる人は必ずいる。すぐには会え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在这里，巨人向我们展示了让自己变成怪物的另一种可能——互助。莎莎回到村庄，拯救差点要被巨人吃掉的女孩卡雅。这种互助的意志又传承下去，让卡雅又帮助了加碧。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家 Kropotkin 就发现，适者生存并不是自然界唯一的法则，其实在动物界也会有互助的现象。像是螃蟹翻不过身的时候，其他成员会帮忙它翻身，而不是让它死去，让它的基因被淘汰。这种超越竞争法则的互助现象，也同样出现在人类世界，帮助弱势者，而不是让弱者被淘汰。但是巨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故事最后揭晓，所谓的地狱其实是人类自己打造出来的，是马来人把艾尔迪亚人变成巨人，让他们跟同类自相残杀。なんでこんなことするんだ。人が巨人に食われるのが見たいとでも言うのか。なんでってそりゃ面白いからだろ。人は残酷なのが見たいんだよ。平和ってのは大変結構なことだが、何か物足りんのだろうな。所以适者生存跟弱者互助的两种立场都忽略了真正的关键。这个看起来像地狱的世界，根本是人造出来的，其实可以不必如此。这样一来，真正的问题就变成了要如何改变这个被打造成地狱的世界，勇于挑战那些把世界变成地狱的人。但是爱莲最一开始却是否认这些人是地狱的创造者，即便看到了女巨人的格斗术，也依然否认雅尼是女巨人。即便各种证据指向莱纳与贝尔托特，也依旧否认他们是破坏城墙的巨人，不相信曾经以为的好人也可以是坏人。在爱莲身上，我们看到了精神分析师克莱恩所说的偏执分裂的心理位置。克莱恩认为，孩童的自我还没发育完全时，会把照顾者分裂成不同的部分去认识。欲望满足时，就认为是有一个好客体在爱自己；欲求不满时，就认为是有一个坏客体在迫害自己，会想攻击摧毁他。所以很多孩童都会有想要分解吃掉父母的幻想。但是人会逐渐意识到，好坏客体其实都是同一个人。原来自己所爱的对象就是自己曾经攻击的对象。所谓的长大，就是能够整合好客体与坏客体，认识到那个我爱的好客体也具有坏的部分，而那个被我攻击的坏客体也具有好的部分。这就是爱莲跟调查兵团被迫学到的事。原以为巨人是破坏城墙的坏客体，后来却发现，原来巨人也是保护着人类的好客体。原本一直打着保卫人类的旗号消灭巨人，但最后竟然发现，被人类视为坏客体的巨人，其实就是调查兵团一直在保护的好客体。另一方面，莱纳也经历了同样的分裂心理位置。原本把艾尔迪亚人视为恶魔的后裔，是纯粹的坏客体，但是在墙内生活5年后，却认识到艾尔迪亚人好的一面。这种好坏客体的分裂，最后导致莱纳精神崩溃。こんな奴らがいるなんて知らずにいれば、俺はこんな半端なクソ野郎にならずに済んだのに。もう俺には何が正しいことなのかわからん。克莱恩认为，能够整合好坏客体的人，会感觉到一种新的情绪——愧疚感。为了克服这种愧疚感，人会渴望修补自己所做的破坏。但是要能够进行修复，就必须要先有足够的力量。巨人を操ってやる。ウォールマニアも塞ぐ。ライナーのやつを捕まえて償わせる。それが俺のなすべき償いだ。一个孩子变成大人的过程，其实就是为了克服愧疚而去获得力量，进行修补。在这个过程中，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创造力。原本的破坏者就变成了创造者。最终，我不只修复了我自己，
也修复了整个人类社群，让这个被打造成地狱的世界得到修补，拿回被巨人夺走的自由。等等，到底什么是自由？在晋级的巨人里，我们发现多数人不管在墙内还是墙外，都深陷于某种不自由当中。身在马来社会的雅尼·莱纳·贝尔托特，从小被教育要洗清艾尔迪亚人的罪孽，被迫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牺牲自由来承担历史共业。こんなことをしたいと思うんだよ。でも僕らは罪を受け入れきれなかった。克里斯塔身为王室后裔，从小就背负家族的共业，为求自保，必须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必须接受家族继承巨人之力的计划，丧失安排自己人生的自由。それが私の使命よ。尤米尔则是在生前欺骗自己，也欺骗众人，假装自己是王室后裔，最终被马来人惩罚，变成巨人，失去生而为人的自由。これは罰なんだって。誰かの言いなりになって多くの人たちを騙したことへの罰じゃない。人の役に立てていると自分に言い聞かせ、自分に嘘をつき続けたことへの罰なんだって。国家的教育、家族的安排、社会的期待，这些外在的意义被强加在人身上，让人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他者，我变得不是我自己。哲学家海德格把这称作世界的常人状态。落入常人状态的人，只需要国家、家庭、社会帮你做好选择，而不用自己去做选择。只要逃到众人安排好的世界里取暖，就能获得某种安全感。但是这种常人状态其实是对自由的一种逃避，让我无法真的认识我自己，成为我自己。爱莲拒绝这种常人状态，认为躲在墙内安逸的多数人只不过是虚假的和平，渴望出去发掘世界的真相，而不是跟墙内的众人一起沉沦。拒绝把人生的不自由归咎于自己的现实处境。俺たちはみんな生まれた時から自由だ。それを拒む者がどれだけ強くても関係ない。戦え。そのためなら命なんか惜しくない。爱莲的这句话讲出了海德格的哲学核心：人类本质上是一种在世存有，我们都被生在某个国家、家庭、社会共同体中。很多事情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经被决定好了，我们无力改变。但是这些现实的阻碍，不论多巨大，都不是让自己逃避自由的理由，反而是一个立足的起点，让我知道如何选择不同的可能性。我可以选择去抵抗国家的要求、家族的命令、社会的期待，让未来能够有超脱现状的不同可能性，也就证明了我不是被决定的存在，而是自我决定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不论统治者有多强大，我们都有自由去抵抗崩坏的体制，与所有渴望超越的人一同改变，选择推翻现况的计划，不再做统治者的奴隶。一人一人の選択が世界を変えたんだ。自由就是人在这个受限总是被决定的世界里，依然选择去实现自己的计划，让自己超越原本的被决定状态。这就是人类跟巨人最根本的区别。巨人是没有自主意识、被决定的存在，如同常人状态里的人一样。尤米尔在被惩罚变成巨人前，就是一个活在常人状态里欺骗自己的人。变成巨人后，才意识到被剥夺自由的感受。直到尤米尔再次变回人，成为一个人，就有了全新的意义。再び目を覚ますと、そこには自由が広がっていた。でもその時、私は誓ったんだ。二度と自分には嘘をつかない。自分に正直に生きようって。尤米尔为我们揭示了自由的本质。自由不是某种像财产一样可以被人拥有的东西，而是宇宙赋予人这种存在展现自由的机会。宇宙其实可以不这么做，只有当人类被变成非人类后，才会体会到原来生而为人具有无限的自由。海德格认为，自由是某种被人类遗忘许久的东西，自由不是人的某种条件，人的存在才是自由的条件。能够被生下来成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动物、植物、巨人，本身就是一个自由的赠礼，可以自己做出选择，拒绝他人为我设定的状态。但是如果人逃避这种自由，逃到常人状态里，他们就是遗忘了成为人的赠礼，让自己变得像丧失自我意识的巨人。这样一来，晋级的巨人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每个人都可能被自己所相信的历史去做出身不由己的事，每个人都可能为求自保去隐藏真实的自己，每个人也都可能为了满足他人期待而终身都在为他人而活。但是如果能够重新来过，人类依然有机会活得像一个自由的人。私がその秘密を明かした時、お前は元の名前を名乗って生きろ。尤米尔的这句话就如同剑上创在对观众告白：当我把巨人故事的秘密公开时，你也要用真实的自己活下去。巨人的故事因此变成了一座回忆的机器，让人回想起被人类自己所遗忘的自由，依然潜藏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有机会抽人心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